今日唐某前来求13楼第一杀手沈狼魂1年之期。公子并非第一次与13楼交易，应知13楼规矩。唐某没有赊账的习惯，请楼主开价。唐威，小心些，他吃人都不吐骨头。万一本座想要的是你呢？这便难了。唐某自觉比沈狼魂贵一些，要不楼主补个差价？真遗憾，本座有意，公子无心。想要沈狼魂，公子亲自上楼来找吧。上楼，我挡着。逆术，赤云，你长高了。什么？什么鬼东西啊！唐辉，你能不能好好说话？唐公子，4年前刘演将你割喉扔进水井里，没有人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活。可你如今不仅好端端的活着站在这里，还在江湖上搅起了万丈波澜。唐公子，你不死的秘密是源于你的躯体，还是你所修炼的功法？楼主已是命悬一线，那些本与你无关的东西，又何必多问呢？是吗？可若是本座执意要知道答案呢？楼主应该清楚，知道的越多，死得越快。楼主就这点能耐，这样的本事，可听不起唐某的秘密。本座耗尽心血所造的楼，你还未窥见一半。
生。唐人义，原来落魄13楼的机关是出自天下第一演术师鬼谷生之手。唐公子，你以为只要你不说，13楼就没办法知道你的秘密了吗？你可知，13楼面前就没有能藏住的秘密。唐普里，唐公子，你武功果然了得，可本座最心驰神往的那一击，还未瞧见呢。楼主又何必执着？楼将关尽，我要的人呢？唐公子，执着是错，可太过自负也是一样的。终于来了，沈狼魂。唐公子出手总是侧身避让，旋身之际，气脉分明有致。你腹部有伤，且时日不短，无法疗愈。我说的没错吧？你藏得很好，可还是被本座给看出来了。想当年7大高手力战一阙阴阳，方舟当居首功，此战后才被尊为天下第一。唐丽慈啊，你那腹部的伤，该不会是方舟所留的吧？沈狼魂，攻他救急。
既然阁下执意要看，那这一招，阁下看清楚了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你与他一样。天人无之秘，琉璃往生符，也只有往生谱能够生生运化不息，让你重伤痊愈，死而复生。可是为什么你会有一具阴阳的武功？还有，那道在你腹上连往生谱都无法疗愈的伤口，究竟是什么呢？想窥探人心阴暗处，小心反被扯入黑暗里哦。唐绿子，你斗的本座好开心。沈狼魂你可以带走，但是他听不听命于你，那得看你的本事。哦，不是付钱买命，人钱两清。13楼何时又多了一条新规矩？那从来不是落魄13楼的规矩，而是4年前沈狼魂自己定下的规矩。剑王，你终于来了！若不是剑王亲自出面，我肯定就要被中原剑会的那个小丫头骗子带走了。我不求剑王再给我什么，只求剑王与我出城，让我到乡下做一个普通的乡野村民。剑王，你放心，我嘴严得很，不会牵连到剑王城的。你麦要给我的事，我也是只字未提啊。你方才说，谁卖给你的药？池大哥，这炭火都加了2轮了，你的鱼马上他就……唐狐狸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在怪我钓不上鱼吗？不过是嗓子不舒服，天上云过于敏感了。你家那黑不溜秋的一坨，把我刚咬钩的鱼都吓跑了。里边那个游手好闲的家伙可是你的新主子，要是把他饿死了，你这可算是主。好身手啊！早知你有这本事，老子还在这浪费时间钓什么鱼啊！1、2、3，只有3条鱼，还差1条。我看啊，是这闷葫芦气性大，打架打输了，自己生闷气。沈兄不上船吗？
不行一处事，不是一路人。我没打算帮你，何必同乘一艘船？呀，唐狐狸，失算了吧？千辛万苦的闯楼，现在白瞎了。华鳞彩翅，燕江中以此鱼最为鲜美，只需火烤，无需佐料，方为上乘。阿谁？阿谁这就去烤鱼。且慢，炉火烟大，用这个。这是碧啸珠，摩挲生火，无烟无尘，佩戴于身还可驱寒护体。更重要的是，哇，好东西啊！你从哪搞的？没有树，小心！沈兄，我不是要你杀人，而是要你找人。你要我进剑王城？我要你收下碧啸珠。将秘影术练到这个地步，这天下也没什么地方去不了，怪不得你要请他帮忙。你说他早说要钱嘛，弄那么大麻烦干嘛？这蝶瓣虫花也是，直接告诉我们不就完了？你错了，池云。沈兄要的不是银两，而是七宝重璧簪上的宝石。此簪曾是皇室至宝，上集7颗价值连城的碧色宝珠，碧啸珠便是其中之一。时人多有效法，蔚为流行。一阙阴阳之乱时，不慎遗落，遭人拆毁、变卖。自此，七宝散落各地，不仅难寻，更难辨真假。不过，唐某手中这一颗是真的。你解释给谁听呢？唐某恰巧知道，沈兄正在搜寻这7颗宝珠。只要沈兄答应帮忙，唐某同样答应沈兄，帮你一遂心中之愿。我沈某有2个愿望，比起这七宝重璧簪来说，我更想要第2个。只要沈兄应我，唐某必当周全。很久以前我就想问先生了，这山洞里既然伸手不见五指，那你为什么还要闭着眼睛呢？睁开眼，就会忍不住想看。越在黑暗之中，越想找寻光明。你说的有理。那你怎么不点灯啊？万一有客人来了，点了灯，还是要闭上眼。那为什么要点灯呢？无法反驳。那么，先生对剑会为您准备的房间又有什么不满之处啊？为何一定要住在山上呢？那里人多。先生救众生却不喜众生，当真慈悲。好了，废话不说了，我有钥匙。你我追查新归九心丸一案，每查到线索，总是中途折断。这回啊，我又有新线索了。这是我徒儿中春纪在追查豪府血案时所牵连出来的。唐立慈、于气凤、雁门，天下漕运之要道，信雁传书之空路，这样说得通。令徒带回2件证物，倘若于气凤当真入了邪道，以漕运之便，在背后操控毒丸传播，
还妄图染指雁门空月，恐怕不日便会祸及整个江湖。即便他为天下剑圣，也必须处置。不过没有证据，就不能抓人。这剑王城对江湖掌控很深呐，泰山周边5门18派皆以于气凤马首是瞻，此番若想查证，恐怕困难重重啊。除了于剑王，还有一人，我也很在意。唐烈慈，正是。周地楼方舟之死，恐与他脱不了干系。先生的顾虑我心中有数。此回2件案子皆是春儿在他的指引下侦破的，但在同一时间，却有人见着他沿路杀人。据说，此人武功惊人，高深莫测。看来，少剑主对他颇为欣赏。我不否认，我欣赏其才智，但他究竟是正是邪，我却也说不准。我怀疑他以涉事之人的性命作为算计，引出幕后主使。不换楼之铺排，惊险重重。纵然此人不做恶事，也非好人。我会去剑王城走一趟。先生尽管去探虚实，但他的命恐怕不能交到江湖人手上。少剑主忘了，我非江湖人。想要集全簪上7宝，就算沈兄是13楼的第一杀手，也难如登天。人在一无所有之时，就会发现自己无所不能。你还没问我第2个愿望是什么？沈兄为何不问我如何帮你实现愿望？我的第2个愿望，想杀一个人。是楼主要他与13楼无关，我的私事。江湖人称沈狼断魂。传闻，除了沈兄手中的剑鞭之外，还有一方秘境绝学，能将敌人困于心魔之中。沈兄今日为何不用呢？今日我志在夺珠，不再杀人。哦，若唐某想要瞧瞧呢？若是唐某没猜错的话，沈兄要杀的那个人，可是身负往生谱的高手。沈兄难道不想知道，你的绝学能否杀得了往生谱传人？那你可要小心了。你小子运气可真好啊！入楼1个月，师兄还给你办一个满月酒。吃饭了。哟，还凶我小怪物！你跟我走。力气那么大，这就不是。阿言。你们在闹什么呢？师兄，你看他，怎么样？这个月还住得习惯吗？还是不肯说话？哎呀，师兄你就别管他了，
入牢1个月，3棍子打不出个闷声来。哎，好了，来，上桌吧。你还没告诉我们，你叫什么名字呢？唐。唐？唐什么？难道是忘了？那看来还得先帮你取个名字才好。阿言，你有什么好想法？我想想啊，唐哑巴，唐闷声，糖醋排骨，那可不行，那我岂不是每次叫他我都会饿？糖葫芦，又是吃的。小夫，你带偏我了。阿吉班尔，唐家。阿吉班尔，唐家。这是古老的梵文吧？你们聊什么呢？我怎么听不懂？我们在说，我想先教他识字，然后教他本门武功，成为我周地楼的弟子。不知你是否愿意？武功。不学武功，不会。你内力深厚，出手快准狠，说不会武功，谁信呢？而且，我跟阿野一样，都还想要一个师弟。我才怎么样？你愿意试一试吗？其实武功不是伤人的利器，终有一天，你会用它来保护你在意的东西。保护在意的。千载逢无力，断行旧日词，那就叫你唐立辞吧。鲜笋炖鸡汤来了，我看看。阿力师弟，来。小付，我们也喝。我来倒酒，来。你们师出同门，逆有伤，福过若梦。方舟，我一直不明白，为何会走到今天这一步。唐立辞，我可敢为他将你千刀万剐！接下来，该唐某听听你有什么样的故事了。
七宝重璧簪，可惜和它的伪装一样，都是虚伪丑陋的赝品。这续命丹倒是真的，你知不知道这么一颗小小的药丸，是医者尝遍百草，以身试毒，无数次九死一生之后的结晶，而你却将它装在恶心的赝品里。你这样的人，可配不上续命丹。原来是为了一个女人。你的眼睛又无辜又倔强，真是越看越让我想起的。我改主意了。我认识一个人，他和你有些相似，看上去真诚又无辜。他就是用这些得到了你的信任，然后露出蛇蝎真容，毫不留情地夺走了你的至亲挚友，毁了你的一切。就好比今日我们萍水相逢，素不相识，我却这样待你，如此算不算恶？我与他的仇恨，倾尽世间江河之水，也亵渎不清。阿言。方丈，什么才算因果？作者为因，受者为果。若有人因我而杀人，有无辜因我而受害，这算不算是我的因果？我与慧娘相处的日子很短，没有钱，但很快乐。这个是不是更好看？你喜欢就好。慧娘患有绝症，为了救她，我加入了13楼。慧娘，慧娘，蝶坂春华开出的条件，5年内不得与慧娘相见。楼主要的，向来是别人负担不起的代价。为了救慧娘，我替13楼卖命无载，直到4年前，我与13楼约满，满怀欣喜，带着可以救慧娘的续命丹，离开13楼。可在黄河边上，遇到了那个人，那人毁掉了续命丹，也就是因为没有这续命丹，慧娘死了。
真的是你，又回来了。是我回来了。惠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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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惠娘死了，沈郎也随她而去了，留下来的便是如厉鬼魂魄一般寻他报仇的沈郎魂。为了报仇，我重回13楼，只为求他告诉我，那个仇人是谁。这回，他又要了什么样的代价？惠娘的尸体。我将惠娘的尸身交给13楼保管。铁板重华将她封在琉璃玉棺中，让我时常能见到她。可每次见到她，都会让我想起我救不了惠娘。我认得出你的武功与他相同。他身上往生谱的功力，就是从我身上夺走的。那人是谁？人在何处？从前，他名叫刘岩，是我的朋友。如今，他是风流殿之主，亦是我的仇人。他这4年在哪儿做过什么，我不在乎。不过接下来，他只会出现在剑王城。所以那个黑衣琵琶客就是刘岩，这些事你为什么不肯告诉我？因为你不需要知道，刘岩并不是你的仇人。所以这4年你上天入地的想要找到他，是为了治你那治不好的旧疾。找到刘岩，夺回全部的往生谱功力，才可自救。刘演与你都会阴杀功，都会往生谱。那方贤主的死，也是刘演做的，对不对？我知道这些事情你不愿意说，可一个于气风就已经够难应付的了。此番入剑王场，再加一个刘演，更是9死1生的局。唐离子，我拿你当兄弟，这一次你还是可以不回答，但我一定要还。方舟是我杀的。不可能！我早说过了，唐某不是好人，周地楼血案的凶手就是唐某。刘演视他如兄，也是因此而要杀我。这里边一定另有隐情，对不对？你是我兄弟，我清楚你的为人，你不是一个会滥杀无辜的人。你与刘演曾是朋友，若剑王城遇到，你该如何？旧日情谊已于4年之前了断，如今唐某时日无多，就算是为了自救，也该到我讨债的时候。今夜聊的旧事已经够多了。
兄，英雄配好酒。好酒。怎么没了？太少了。多的是。你神色不对。认识再没心没肺的人，被最好的朋友瞒了这么久，也不会开心吧？是因为他杀了方舟，让你失望了？老子早就知道，那姓唐的狐狸不是什么好人。江湖上的人总是要死的，死在谁的手上重要吗？就算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杀了方舟，但只要我知道他绝不是滥杀无辜之人就够了。老子是邪魔外道，他是妖魔鬼怪，你也不是什么好人，咱们都是一丘之貉。有理。于气凤呢？你自诩邪魔外道，为何要对上他？因为那个姓于的就更是个坏人，打着名门正派的幌子，把反对他的人都说成了邪，混淆黑白，我就要干。和我与唐丽慈相比，你还算不上坏。老沈，你连做坏人都要争个高低啊？啊？不过他为什么总在看那本《三字经》啊？你不是第一个问这个问题的了。其实我也不知道。每当尊主听到这支曲子，便是想到那位唐公子了。小红，学得可还好？小红，你有恨过一个人吗？当然有过，人活在世上，怎么可能没恨过谁？尊主，你也是一样的吗？我本以为随着逝者长离，我心中的恨意便会减几分。可是到了现在，我却恨得更深。我听人说，如果恩怨长久深沉，便会在冥冥之中促使我们与那人相逢。那相逢又是为了什么？相逢，当然是为了离别。对了，相逢就是为了离别。前面就是剑王城了。这于老儿就喜欢臭血，这运河宽的，哼，都能通上天了。剑王城的住民10万余，天下巨富万翘斋在此也开有分号，和于家素有生意往来。于气凤统揽着天下漕运和那万翘斋，多少都有合作之意。万翘斋我知道，好像是什么国丈还是国舅的产业。的确，阴阳死后还没几年呢，这万翘斋就已经富甲一方了。怪不得江湖豪杰都聚集于此，可光靠做生意，侠客们便能服膺？自是不能。若提到剑王城，便不得不提剑皇于玄清，人称八风来移读此剑，百兵朝皇第1人，而他也是天都峰之战中诛杀一阙阴阳的7大高手之一。剑皇，乖乖，诛杀一阙阴阳，那可了不起啊！
从那一战之后，一阙阴阳深郁，于玄清伤重难愈，选择在天焰剑壁自行兵解。兵解前，在天焰剑壁留下一道戒指，留有缘者得知。若非3年前，于气凤终于悟出西风斩荒火的真意，今日的剑王城，盛名难续。余家木剑节9月初7时，共历7日，开剑、试剑、验剑等诸项活动繁杂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今日恰好是开剑与试剑之日。剑王城的气派可真足啊！周边5门18派的掌门都来了。这厉害！天下无敌，真是好剑！剑王剑，剑王剑，剑王不愧是我辈一心憧憬的剑高峰，果然不凡。是啊，也多亏于剑王不烈，才让我们这些毛小子有幸瞻仰。无比强大，我们何时才能变成像剑皇这么强大的人？我也不知道。剑王怎么到现在都还没来？确实有些无聊。师傅派我们调查于剑王不轨的线索，线索没找到，还要看这帮伪君子才是虚实。真是无可挑剔。一会儿的擂台肯定值得一看，看完之后，我们再去木剑节的凤凰大街上逛一逛，正好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。剑王到！见过剑王！诸位客气了，今日是于家木剑节，开剑首日，得诸兵临门，于某有幸。剑王哪里话，晚辈廷鹤能与其他群侠受邀前来，才是3生有幸。师兄说的没错，更何况今次木剑节，剑王还要以家传剑法西风斩昏火之武境来指点天下剑士，剑王之无私，更令在下敬佩。于某既得剑王之名，自当效仿玄清先祖，为武林后辈广开剑术之门，此事当仁不让。于家剑法有秘，若能择披江湖，当是于某大愿。开剑！乃玄清师祖蕴藏在燕皇剑中的一缕剑气，诸位得此剑气滋养，实力必当更加精进。西风斩荒火，威势过大，孔昌同道。故今日剑台，于某便以其他招式应战，输赢不论，点到为止。剑皇显圣，剑王欺世，剑皇显圣，剑
王气势。剑王城时值木剑节，除合作船帮外，凡入内城须有请帖。我说你来晚了吧？人家都开剑了，现在进剑王城要请帖。看来还是来早了呀。什么来早了？你是来晚了。瞧我的吧。在下火云寨寨主池云，特来拜见于剑王，只是出门比较匆忙，忘带请帖了。还望各位兄弟行个方便。什么火云寨？没听过。这等小门派也敢来我剑王城蹭吃蹭喝，赶紧滚！池云啊，看来人家剑王城并未将你天上云的威号放在眼里。唐狐狸，要闹多大？那就要看天上云的本事有多大了。剑王城内禁止私斗。头领，他们没有请帖还要硬闯。木剑节期间，唯有手持请帖者方能入城，天上云也不例外。我听说木剑节广邀天下英雄，现在看来也分3、6、9等了。回去领罚。是。弟子莽撞，还请诸位见谅。只是我剑王城规矩如此，诸位若是没有请帖，恕我等不能放心。那若是在下今日执意要进城呢？万鞘斋入城，闲杂人等一律退让。万鞘斋宝船到了，我看公子还是先行回避吧。风险浪急，正宜出行。周小人马，当行轻敌。拿起，要撞上！见过主人。你是万鞘斋主人？既然以唐丽慈的身份进不了剑王城，那就只好借万鞘斋的请帖用一用了。方才不知公子是万鞘斋主，多有得罪，抱歉。不过在下不解，为何公子手持请帖，还要将事情闹得这般大？若是不将问题闹大了，又如何能看出问题所在呢？头领，我们这是得罪万鞘斋主了。回去告诉于剑王，万鞘斋主生性怪癖，不喜见人，不用怪罪旁人。诸位，请上船吧。又被他装到了。
骄奢那个什么意了吧？你到底有多少钱？不知道，没算过。我记得你平时对做生意也不感兴趣啊。你现在经营万窍斋，到底有什么打算？人活着，就一定要为了兴趣吗？唐僧，小的在。招待这几位朋友住下，务必要让他们宾至如归。小的遵命。不错呀，竟然撑得住于剑王一炷香的时间，当真了得啊！剑王厉害，承让了。你资质不凡，只需勤学苦练，定有成就。哎，你看，剑王好心点拨他，一句话不说就走了，真是天赋好又有，学武先学德。钟妹，你看到了吗？于剑王刚刚攻击的是他的要害，而且他的角度极其刁钻，得亏我们找了个好位置才能看到。若非那个灵兽台最后一下闪避，不死也得残废。武学之道深如海，天赋如同一叶舟，舟能载人也能覆人，切不可仅凭资质失了虚心，妄想一步登天。可是剑王为何要下如此狠手？或许是嫉妒吧。就是。还有谁想登台比试？主人，这是您离开万窍斋半年的账本。义父可有什么交代？国丈说，万窍斋的一切由您随意支配。对了，阿谁姑娘似乎对记账有些兴趣。小的明白了。斋主，阿谁姑娘求见。公子如今已入城中，为何不去剑王府？不必亲自登门。今日闹出的风波越大，关注到唐某的人就会越多。公子所指之人，不止于剑王。我来了，他就一定会来。怎么突然变冷了？是，下雪了。在下雪县子，久仰剑王之名，请剑王指点。雪县子，真的是雪县子吗？不会是假扮的？
想不到，风雪归尘雪线子也来了。阁下是剑中高手，指点二字，实不敢当。这话说的倒也不错。剑王大人说笑了，余家10代剑王，而在下成名不过区区数十载，我这浩雪岂敢与你的萤火争辉呢？口出狂言！此人当真是雪仙子？我之前在江湖上和师兄见过雪仙子前辈一面，现在看来，确实是他。还请阁下不吝赐教。阁下说笑了，同是爱剑之人，不过切磋一二。请。那这一招，请剑王大人接好了。风雪归尘，当真是他。就看剑王大人能不能接住山人这一招了。看来，大家已经见识了于剑王的西风斩荒火。哎呀，不小了，不小了！败了，这是怎么了？果然是武林剑道之首，剑王于气凤，在下败了。这雪仙子，怕不是来砸场子的。